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3月27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2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82.66，收盘价是272.06。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84.90，最低价是在266.5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8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56亿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增。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不变，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3月2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下影线略长。那么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回档中。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即一路震荡下行，一度是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下方呢是在5日均线值附近遇到了支撑，最后股价在尾盘的时候被拉抬，然后收盘价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那留下了较长的下影线。那么当日呢股价是出现了回档。那由于目前的收盘价并没有跌破这根吊人线的最低，也就是并没有确认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含有较长的下影线，那说明下方是有一定的支撑的。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在盘中只要股价不跌破这根红 K 的最低，也就是266这个位置，那么股价仍然会有反弹的走势。那如果股价出现了反弹，上方的目标就是要站上这根吊人线的最高，也就是在228这个位置。那么站上它呢，就是要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然后呢，推动股价继续上行。好，那但是呢，我们仍然还要关注，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盘中股价是低开低走，然后在盘中如果是在这根 K 线最低，也就是266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出现一根补量的下跌。也就是说股价的下行的目标呢，就是要跌破2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同时呢回补这个缺口。因为我们会看到出现吊人线之后，接下来是一根头低底低的一根下跌的 K 线，同时又带有大的成交量，所以次日开盘的走势是非常重要的。一旦股价是低开低走，跌破前低，那么我们认为一定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然后呢股价会在这个地方生成一根实体长红 K 线，去回补一部分缺口。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两个可能是并列的，它取决于开盘的走势。一个是股价会继续反弹，收盘价会在302；另外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274附近。而实际在3月26日收盘价是在272.06，股价是出现了回档。
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回档啊，虽然在收盘价的点位上啊，有一些差别，但是当日的走势是基本相同的，同时呢，收盘价的性质也是相同的，也就是收盘价并没有跌破前低。好，那么股价目前是出现了回档，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对于3月2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217，跌破这个位置，就是要再次出现底，也就是继续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目前266、256还有234。那么这3根 K 线，它们的最低将是股价回档的强支撑，当然还有各条均线值。好，因为我们再补充说明，我们说一下原因，因为例如3月21日，这是一根齐涨的 K 线，带有大的成交量，然后呢，3月24日，这是突破的 K 线，也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然后我们会看到，3月26日，这是一根回档的 K 线，也是抱有大的成交量。因此，这3根 K 线它们的最低将成为日后股价回档的强支撑，或者说是重要标志。好，那么217如果被跌破，那么股价将会继续目前的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第二个目标就是下方的182，第3个目标是138，是在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说的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不变。虽然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是出现了回档，那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小的头部，但是我们要等待日后的 K 线来确认。那么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304，站上这个位置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那目前在到达304之前，有2个关键的区域。一个是从285，也就是这根红 K 的最高到288，那么这个区域是一个压力。另外一个就是300关口，那么这2个位置将是股价再次上行的强压力。那么这2个位置如果能够被突破，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站上304的。站上了这个位置，也就瓦解了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以来建立的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那么继续向上的第2个目标就是367，第3个目标是422。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和上行。我们再来看在3月27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吊人线实体的下沿，是在285附近。那么股价呢，在盘中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那么到了3月27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是266，是前一个交易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我们刚刚在 K 线信息解读的时候提到过，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盘中，只有在前低的上方运行，才有可能会继续反弹。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那么股价呢将会出现一个深度的回档，或者说是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那么这个位置呢，也正好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也是在它的附近。好，那这是我们关注266的理由。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最后一次加仓是在3月24日收盘价280附近。那么这个仓位的成本位是在254附近。好，
那么我们在3月25日没有给出加仓的建议，因为这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么到了3月26日，收盘价在272.06附近，那么在这个位置，仍然是不可以加仓的，因为目前股价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抱有大的成交量的一个回档的一根 K 线，所以呢，在技术上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那么这15%的仓位，到了3月27日，我们要给出停利的位置，我们守266，也就是说，股价一旦跌破了266，可以停止利润的损失而出场。那之前我们给的停利的位置是在271附近，好，那目前股价并没有跌破它，所以呢，可以继续将停利的位置放在266。那么止损位我们之前给的是234，那么在3月27日，我们继续给出止损位是234。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个多头仓位的描述。我们再补充说明，获利，股价现在是处于获利的位置，那么任何时候都是可以获利出场的。所以在我们的描述当中，我们只给出停利和止损两个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好，再来补充说明，如果在3月24日，或者说是在3月21日之后进场的仓位，例如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每一次给出的加仓位都是初次建仓的位置，也就是如果在这个位置是5%进场，那么目前止损位我们仍然守这根 K 线的最低是256这个位置。好，好，这是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从288一直到304，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下方的这个缺口。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3月2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285到288，在这个区域。第二个压力位是从300关口到304，那么第三个压力位呢是330，在这个位置。第四个压力位是367，对。当然，之前我们还愿意给出，有一个位置是350整数关口，所以依次向上是这样5个压力位，我们会在下方的说明当中把这个信息写清楚。好，那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68到271，在这个区域。然后呢，我们把它和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低合并，也就是第一个支撑是从266到272之间，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从256到257，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252到253这个位置，然后第四个支撑呢是234，第五个支撑是222。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3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69，然后下方最低会到达252，收盘价会收在255
254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大幅下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6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好，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或者是小幅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68，上方最高会到达286，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77附近，在这个位置。好，那出现这样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6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3月2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